我们大概落后你们20分钟。你们到了以后，尽可能请求当地派出所的支援，尽量铺开调查所有的房屋租借公司还有租赁公司的记录，尤其是那些数据没有联网的黑中介。行，明白。像这样的乡镇啊，这样的机构应该不是很多。那这样，我们分成2组，一组配合当地派出所，另一组我们走访镇子里的居委会。动静别弄太大啊。收到。怎么了？不得不承认，马上还是挺厉害的。你说这人的脑子是不是天生就注定了？干嘛？自卑了？你看他做这行做多久了？你才做多久啊？而且每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经验的差距吧。每次讨论案情的时候，只有你能跟得上他的思路，我在旁边跟个傻子似的。你千万可不能这样想。我像你做了这么久的时候，做的还不如你呢，真的。而且我觉得，通过一些事情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行及时的改正，这不是一个好事吗？你说这话怎么感觉像在教育儿子？怎么又是这个号码？喂，安静吧。哎呀，你可算接电话了。您是？我姓王，是你妈的朋友，你还记得吗？哦，王叔叔，怎么了？哎呀，去年都是我不好，我开车不小心出车祸了。我妈没事吧？医生说没受什么伤，轻微脑震荡，但是她的情绪，哎呀，太不正常了。我该怎么跟你说呢？你们现在在哪儿？哦，我们在人民医院呢，你快点过来啊！安静。我能不能先拜托你照顾他一下？我这边真的走不开，我尽快过来好吗？好，这个没问题，我会陪着他的，你快点啊！麻烦你了。我妈出车祸了。啊？人没事吧？人没受伤，但为什么又是车祸？我去找王总会合，你快去医院吧。阿姨的状态好不容易才恢复正常，现在又……晴姐，她现在需要你陪着。静姐，开车。如果我们不抓到吴淼，就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徐鹤的手下，也不能确定是不是他偷了密钥。所有的问题得不到解答，这个案子就完了，懂吗？可是这是我自己的私事，我能解决。开车。我爸当年出事的时候，也是追一个在逃的间谍。你记得吗？我之前就说过，我怀疑当年那个人就是徐鹤。这么多年过去了，又故技重施，在这个时候靠这种方式掩护他们的人逃走，不重要。
就算是，我也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的。走吧，走吧。哦，好，欢迎下次光临啊！好了，拜拜。欢迎下次光临。准备收拾东西。好的。你们收拾好去吃饭吧啊！好的，老板。周烈。菲菲，哎呦，这么久你不找我，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怎么会？我这段时间太忙了，辛苦你了。先坐一会儿吧。那你先坐一下，等我一下。衣服已经送去干洗店洗好了，都怪我，害你还专门跑一趟。我都没发现。早知道你没有发现，我就私藏起来不告诉你。吃饭了吗？哎，我跟你说，晚上有空吗？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大帅哥，我介绍给你。我没兴趣。好了好了，逗你了。菲菲，你亲口跟我说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你知道自己现在这个状况吗？你再这样下去不行的。可是，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再去相信一个人了。贾长安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他对你还是挺好的呀，对吧？他有别的女人。啊？怎么回事啊？菲菲，你有什么事情不要自己憋着，你有什么事儿都可以跟我说，我保证替你保密，好吗？我该回公司了。菲菲，你好好的，有什么事情我随时都在啊。谢谢。先走了。 What do you mean you failed? Malfei may be working with the MSS. I can't get the key. What? That's totally not what I expect from you. How could it be so hard for you to handle just a little girl? You said your men would help me, but what? Shut up! Sorry, I was talking to my cat, not you. You can just continue. Okay. It's dangerous for us to stay in China. I want to pull myself out without the last payment. 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 Jeff? I have never seen you give up like this before. I don't want to go to jail for money. No, don't say that. Actually, your plan for getting the key was absolutely outstanding. I like it. And by the way, I got a good news for you. My man has already got the key. What? Why didn't you tell me? Well, it won't be interesting at all, right? Then let your men finish the rest of the mission. I'm done with it. Joe, have you ever had a cat?
But later on, I found out that the cat is cat. How could it be possibly, absolutely obedient? I was so disappointed because I feel that I have been betrayed. Then I suggest for you not to be too harsh, or else it might bite you. You're right. That makes sense. But that pet has to learn how to bow to his master. You can only get love from your master only if you are obedient. Do you agree with me? Yes. I agree. Wonderful. I knew that you would agree with me. So, I'm a businessman of my word. Promise you will get every cent from your retainage. But you have to finish your plan first. Okay? Where's the key? Just relax. I will get my man to give you the key as soon as possible. Just wait for my message.为什么不接我电话？说。目标准备离开。多少钱？挡住了，看不清好吗？老六，收到回复，收到，上去接触。明白。我跟你说了，我让你过来，赶快过来！你哪那么废话？我找你是真的有事，你赶快过来，赶紧过来！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喝多了，怎么回事啊？哥，算了，瞪我是吧？哥，啊，你还瞪我是吧？瞪我，哥，瞪我呀，哥啊！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我哥没完，我跟你说，走了，你别锁我啊！你快走吧，走吧。科长，监听装置装上了，收到，听到通话内容了吗？没来得及。小李，测试信号。科长，实时定位成功，监听讯号正常。收到。
的，我们以跟踪目标的小区，目标已上路，要不要跟上？不用，原地待命，注意隐蔽。收到。小李，即刻赶往小区跟老刘会合，我跟郑猛随后就到。收到。情况怎么样？没有人说话，屋子里可能只有他弟。他在干什么？应该是在喝酒吧，有开酒瓶的声音，还有打嗝的声音。现在行动10拿9稳，怎么说？他之前打电话，你确定你一句都没听见吗？我只听见最后一句，他说：“你听我的，赶紧给我过。”你确定是这种命令的语气？确定。科长，要不然先抓了吧，免得夜长梦多。如果密钥真的是5秒偷的，现在很可能已经脱手了。很可，要么你先压住5秒回市区，我们在这儿继续守着。就算有人来接头的话，也一样能抓到。可是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绝对不能草率行动。我们都不能确定2个人在见面之前会不会再确认联系。如果提前逮捕5秒，肯定会导致对追的人逃逸。我同意，多抓1个人就多一条线索。这样吧，现在轮流分组进行监听。第一组我跟老六，你们其他人抓紧休息。那我跟他做人汇报。宋局，我是杜猛。是，我们已经锁定嫌疑人的住处了。安科决定等他接头人出现，再一并进行抓捕。另外，那宋局，还有件事。能确定？好，我知道了，这个事我来处理，你们安心做好手头工作。查到没有？房主是三丰镇电力部的黎秀职工，网上没有登记任何的房屋租赁信息。在乡镇里面，这算是正常情况了。暂时没有发现房主和吴淼有任何交集。我再查一下他相关家人的背景资料。把所有的信息同步给安监里边。收到。那我马上。宋局，关于密钥失窃，不要遗漏任何可能性。明白。我走了。搞定。哎，你小子装什么调查？干什么吗？你说吴淼这个人，他会不会是故意让我们抓住他？他有病啊！喜欢吃牢饭？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锁定他位置太轻松了？还好吧，要不是你看透了他的行为模式，我们也想不到去三丰镇捕他。话是这么说，但是吴淼拿到了密钥之后，他为什么不选择连夜抓人？而且昨天晚上下了这么大的暴雨，道路监控属于半盲状态，最有利于他行动。这倒是，他是今天上午8点15分左右逃走。如果他连夜行动，这10几个小时对于我们来说太值了。结合吴淼目前的表现，说实话，我越来越不相信是他做出了密钥。如果真的另有其人，那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先用苗飞掩护自己的行动，再用5秒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算的也太蠢了吧！那原来是我想多了。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还伤人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啊，他是受了一点惊吓，真的不是故意的。受了一点惊吓？你看这样像是受了一点惊吓吗？他是
是不是有精神病史？哎，你是怎么说话的？我说的你也都明白，你也是医生。哎，请问苏美佩是在这儿吗？哎，是的。哦，这怎么了？我刚才正在给他换药，他就突然抓住我头发，还用指甲使劲抓我。赶紧处理一下伤口吧。王医生，恕我直言，如果病人有精神病史的话，就应该转到专门的医院去治疗，我们这处理不了。哎，不是，请问您是？我是苏美佩的朋友，我去看看他。嗯。苏美佩，还认识我吧？苏瞎子。哎呀，给点面子行不行？我现在都局长了，这绰号忒难听了吧？我说宋美佩，我不就是枪法不如你们老安吗？你这两口子嘴忒多。当年害老安的人，现在又跑过来害我了。他们没有撞死我，今天又跑过来给我打药来了。我就是来查这事儿的。这样啊，你先起来，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协助回答。啊，来起来。哎呦，哎，坐这儿。不行，有窗户，不安全。那要不回床上躺着，别着凉了。我离你近一点，说话方便，可以吗？啊。苏美佩，真不是我说你啊，遇事要冷静处理，越慌张越容易出错，对吧？没，我不怕他们。哎，那就好。关于这次车祸呀，我有几个细节需要你协助回答，可以吗？可以。他睡着了，先让他好好歇歇吧。好，你们在交往？是的，我们在交往。你能不能告诉我，他的情绪是怎么回事啊？我没权利透露他的隐私，等他缓过劲儿来，你自己问他吧。我相信他会如实回答。好，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好多了，不过暂时还是不要让他和陌生人接近。好的，我会在这守着的。那个货车司机怎么样了？他人呢？那个司机伤得比较重，但是呢，已经脱离了危险，应该在重症看护病房。啊，那行，我去看看啊。好，谢谢。安科，收到，请回话。车长，有可疑人士出现，女性。我现在把照片发给你。明白。没人跟着你。你干嘛啊你？我问你什么事儿你不说，电话又打不通。这房子谁的？别管这谁了，叫你过来就是。你又惹什么祸了？哪儿那么废话？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贱？咱俩这都离婚了，你还像以前一样对我和来护去的？
常一来真的是有事。科长，核实了，确实是吴淼的前妻。嗯。信号收到，做好抓捕准备，等我命令。行，留一袋给我爸妈，剩下的自己留着，有孩子长大了用不上。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拿了钱赶快走，我以后也不会联系你。如果孩子问起来，就说我出国了。 再也不回来了，实在不行，说了死了也行。这钱哪来的？那是赚的。你之前偷了公司好几百万都没还上，你上哪儿挣的这么多钱？到底哪儿那么多废话？要不要？我要滚！敢要！我要了这些，我就是个偷虎。我一直帮着你骗儿子。科长。 再这么下去，还有肢体冲突啊！你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才没有时间等等吧，等他自己亲口认罪。你就是个垃圾！你好，啊，咱俩结婚这么多年，认识这么长时间，你赚过1分钱，谁养了你啊？当初是谁跟我说的？女人没事别在外面晃，我家照顾好就行。 我现在出去找工作，我什么都要操劳身，这是谁害的？不可理喻！我看在儿子的面子上，今天这些赃款就当没看见，你以后别来救我。就算我跟儿子过得再苦再累，也不要你犯罪赚回来的半分钱。你这话说的真漂亮！我现在告诉你，我就是犯罪了。 我犯的大罪，间谍，你知道吗？你这手都不能看见吗？准备行动。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好，为了我是吧？你干什么？你忘了！不要动！哎，别动！你们谁呀？都干嘛？干什么？ 那这么说，二位也没看见事故发生的过程？啊，我们去的时候，那车已经翻在那儿了。那么在现场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哦，哎呦，那个车撞的哈稀巴烂，车里的人一动不动，围了一群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好我们到得及时，让你协助调查，你扯这些乱七八糟干什么？我们有目击证人，而且联系方式我们都已经记下来了。哦，那好，可以给我看看吗？哦哦。啊，谢谢，这个很重要，可以给我吗？可以的。非常感谢二位的热心帮助啊！你看，还让你们专门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啊。这都是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好，你好，请问苏美佩在哪个房间？哦，往前走13便房。谢谢。
如果你们还想起来什么情况的话，可以随时告诉我。好，好吧。宋局，安静。吴阿姨，你们认识啊？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妈妈。那你可要好好感谢这2位阿姨了，她们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处置，而且处置得非常好。应该的，应该的。我们协防员就是要在关键时候起关键性作用嘛。谢谢阿姨。小安，那是你什么人呐？那是我妈妈。这是马上的母亲。之前调查俊海物流的时候碰见过。那你要适当的注意马上的身份问题。我明白。宋局，5秒跟他的前妻已经被押到市局了。我本来应该立刻展开审讯工作。这个你不用解释，审讯工作我来负责就行。告诉我，你的第一判断是什么？我认为5秒不是盗窃密钥的人。您为什么会在这儿？关于这次车祸，你可能有一些疑虑，杜猛已经详细跟我说了。安静，你要明白，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没有谁能够完全靠自己去应付所有的事情。你有你的考虑，这个我理解，也不想干涉。但是我希望你明白，市局的同志，不论公事私事，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你、支持你。我知道了。我已经做了一些调查，初步的判断，这个事故是个意外。肇事的货车司机疲劳驾驶负全责，交管部门的判断也跟我一致。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深入调查，相关的信息都在这里边。需要跟其他部门沟通的，我去打招呼。好了，去看看你母亲吧。昨天晚上她情绪有些波动，现在基本没事。宋局，谢谢您。慢点，对不起，对不起，妈这么好好的，说什么对不起呀？宋明说，你昨天在执行任务都还顺利吧？那就好。你看，其实我都没有什么伤，就是昨天妈妈好像又丢人了。我好像把人家护士给抓伤了。妈，我会替您去道歉的。抽空一定得好好谢谢宋明，要不是他帮我控制，说不好这回我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心理障碍了。你已经控制得很好了，妈。当年妈妈太脆弱了，害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就是为了你。妈妈今后也会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再失控了。妈，对不起啊，在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在。好了好了，你的工作性质妈妈理解，我也没有什么伤，别在这儿占地方了，我们回家好吧？不行，医生说了还要留院观察1天。哎，老王还在不在啊？他的胳膊骨折了，昨天晚上一直在照顾我呢。我没看见他。谁看到我那个样子都会怕的，都是我不好，好多事情早就该告诉他了。
别想这些了呗，反正我在这陪你呢。我今天哪儿都不去。乖女儿。一方面，张建奎答应我那些钱我不用还他，他也不会告我；另外一方面，只要我拿到内部有用的消息，他会额外给我酬劳。我琢磨着，反正我横竖都是坐牢，现在要是进去，那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那我为什么不赌一把？从一开始，为什么挪用天星公司的科研经费？养家呗，我那点死工资哪能养得起我那个女人？我就炒股，结果赔了，我就得凑钱，想回本，结果又赔了。哎，二位领导，跟你们说个题外话，我觉得一个男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好女人。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他害的。他这样说你犯罪了？他哪能有那个胆儿啊？没有，他无非不就是挖苦我、嘲讽我，说我没钱、没本事。可是我觉得这招最狠了。有一天真的把我逼到杀人放火了，他两手一摊，干干净净。吴淼，你把我们这儿当情感调解节目了是吧？不要避重就轻啊！趁现在还有机会，赶紧交代你的犯罪行为。我该交代我都交代，都到这个地步了，我有什么可隐瞒的？你自己也说了嘛，横竖是坐牢，还不如赌一把。除了张建奎那儿，没赚过别的钱。进了鼎华研发部，随时都可能知道很多内部消息，甚至是核心技术。都到这儿了还想隐瞒？说吧。可那个也不算犯罪吧？说清楚。是，我是会发一些数据资料到技术论坛去。什么数据？无非就是材料应用和材料研发相关的。我接触不到核心技术，这些数据资料包括研究方向，我只要发出去，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酬劳。什么酬劳？我们查过你的银行账户，上面几乎没有交易记录。论坛的虚拟货币可以兑换人民币，还挺值钱的。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前天晚上下班，是你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吧？是。是不是你偷了密钥？密钥？哎呀，看来咱们聊了半天，不止我一个贼呀！二位领导，我不想误导你们，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我只是一个研究员助理，我连进档案室的资格都没有。装密钥的保险柜，我连见都没见过。我估计啊，咱们最担心的情况要出现喽。如果不是吴淼，那会是谁？而且现在密钥很可能已经在徐鹤的手里，他到底想干什么？你这也工作2、3天了，去睡会儿吧。我没事儿 ，OK 的。哎，安科长怎么没有参加审讯？老马，哎呦，你干嘛呢，瞎？哎，咋咋呼呼？老马，你猜猜，我昨天救的那个人是谁？猜呀，有话就说。是小安的亲妈。哦，安静。嗯，哎，你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啊，哎呦，这时候还上班呢，别折腾他了。这人怎么不听劝呢？真是。哎，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老年痴呆了你？上次小安到咱们家吃饭，说你没发现啊，咱儿子对那个姑娘有意思，这是多好的机会啊！咱们还不帮着撮合撮合呀？怎么撮合呀？
带着儿子上人家去邀功请赏去。不爱跟你说话，边去！喂，妈。你工作呢？啊，没事，您说吧。那个，你说说你们鼎华啊，真是不把你当人使，怎么老派你出差呀？妈，我这不是刚入职吗？我总得好好表现吧。哦，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应该就这2天，我就回上京。哎，对了，儿子，妈跟你说个事儿啊。哎呦，你说这事儿就特别巧，你知道我昨天救的那个人是谁吗？你要干什么？站住！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妈！别过来！别过来！是我，我山井妈，你看着我，是我，我在这儿呢。怎么了？就是做了一个梦，你是好好的。睡会儿啊，再睡会儿，让你倒杯水。出去接点水啊，没事啊。给你买点吃的。杜猛告诉你的吗？是我妈。等过几天，我要亲自上门去谢谢她呢。你可千万别，你要是真去了，那就得做好给她做儿媳妇的准备。阿姨怎么样了？轻微脑震荡，没有皮外伤。那就好。你还好吗？我爸妈结婚这么多年，感情一直很好，好到有时候我都觉得腻得慌。直到那年，我爸没了，对我妈来说，她的世界就崩塌了。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差，因为她一直觉得我爸的死不是意外，是被谋杀的，所以她整夜的睡不着觉。后来，她看所有人都像是凶手，包括我。后来，我为了照顾她，陪在她身边，我就退了学。但之后的半年，我妈妈的状态越来越差，她崩溃了，我也在崩溃的边缘。我那段时间
我那段时间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也不想跟任何人谈论我们家里的事儿。我现在想起来，我真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熬过来的。这次又是因为车祸。阿姨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昨天晚上有点小起伏，今天已经好多了。他跟我说他没事儿，他也在尽量的控制自己。但我知道他还是没办法从当年的阴影里面走出来。他在强迫自己冷静。其实昨天在去三峰镇的路上，我听到消息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崩溃。我的理智告诉我，这多半是意外，但是万一我妈妈说的是对的呢？当年他们为了掩饰同伴逃走，他们害死了我爸爸。现在我妈……安琪，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埋怨你的不辞而别，从来没有在你的角度上考虑过问题，根本不知道你经历的这么多，对不起。安琪，现在不一样了。我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傻小子，不管是不是意外，不管这2件事情有没有关联，我都一定会帮你把真凶找出来。现在的我可以保护你，以后你不需要承受这些压力，有我在，你不要怕。这一折腾啊，好像老了5岁。妈，您永远18，您是助龄女神。口红借我用一下。我哪来的口红啊？哎呀，宝贝儿啊，你让妈妈怎么说你才好啊？你上街上去问问，哪个姑娘出门不带口红的？回头妈给你买一支带着啊。北培啊，哎，老王呢？好。安妮你好。啊，这是要出院吗？对。啊，我还以为要观察几天呢，就出去买了点水果。这次呢，都是我不好。哎，老王，你一会儿有空吗？有啊，我给医院请过假了，上好之前不用上班了。那太好了，你陪我走回去吧，好多事情也该告诉你了。好。那你这东西就放你车上就好了，你该工作就工作去，不用操妈心了啊。我们走了。哎，你把这水果去送给那个护士吧，顺便也替妈妈好好向人家道一下歉，可以吗？可以，待会儿想吃什么路上再买。好，那我们走了。那我们走了。然后就跟那个王医生走了。当时是他开的车，咱们还没查清楚呢。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通常在车祸发生的时候，驾驶员会本能地躲过直面撞击，
反而副驾驶受损严重。但是从这张照片上来看，是驾驶位受损严重，应该是直接撞击点。我查过视频了，王叔叔当时的开车躲避方向，确实是为了保护我妈。那就好，至少说明这个老王没问题，同时也说明阿姨的状态调整的不错。王少，你看，静姐，你都告诉他了。宋局来了，都坐过来一下。对吴淼的审讯告一段落，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跟米瑶的失窃有关。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啊！大家务必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进行汇总。我先说吧。关于吴淼提到的那个论坛，经过定位，我能肯定他的服务器是在境外。只要取得相关手续，我随时可以将他封禁的。这种收集碎片化信息的网站数不胜数，封禁它没有意义。我有个问题，收集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信息碎片，还提供报酬，网站的盈利点在哪儿？这种类型的案件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其实这种论坛有很多种，有的确实是为了学术讨论，但也有很多是以收集情报为目的。所以啊，不要忽视这些信息碎片。无数的信息碎片汇聚起来，可能会得到一些我们从其他渠道无法得到的情报。好吧，论坛的事情我会继续跟进处理，至少要找出幕后的出资人是谁。现在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案件上面来讨论。市局共享的调查报告中有2个重要的信息。首先，嫌疑人进入档案时，包括打开电子密码锁，都使用了俞浩然的指纹。之前吴淼的举动，让我们认为他就是那个窃取密钥的人。但是就目前的审讯来看，不是他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故意在利用吴淼的身份，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或者，就是俞浩然自己？这个我确实也有想过，但是和另外一个信息完全相反。我们的技术人员在电子密码锁上找到了微量的荧光剂残留，说明嫌疑人很有可能是通过苗飞输入密码的过程，得知了相关的数字。但是这种密码锁一旦超过3次就会自动锁上。不过很可惜，他成功了。从作案过程来看，真的特别像是吴淼。对吴淼的审讯还会继续推进，现在先考虑别的可能性。我们只能假设徐鹤已经拿到了密钥，再加上他之前窃取了鼎华的内部资料，他很有可能会利用这些东西进行下一步行动。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先预测一下，他下一步究竟会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失窃的是哪个文件，完全没有方向。所以说，我们还是从窃密者入手吧。如果确定可以排除吴淼的话，我觉得有3个人有重大的嫌疑。这3个人，要么给窃密者透露了行踪，要么在窃密者行动的过程中给予了帮助。杨迅，当晚研发部很多人都在加班，原本苗飞打算取消行动，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突然出现，把所有人都赶走了。那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苗飞的闺蜜。没错。当天晚上苗飞行动之前呢，周炼曾经给苗飞打电话，要求见面。我反复听了他们的录音，在苗飞明确表示不想见面的情况下，周炼还一再坚持。虽然这算不上什么重大的疑点，但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放入调查名单之内的。我同意。而且这个人和苗飞走得非常的接近，就因为他不在鼎华任职，我们所有人都忽略了他。那第3个人就是苗飞自己吧？没错，不排除是苗飞本人透露了我们这次的行程。窃密者反过来利用他跟我们的合作，
掩盖了窃取密钥的行为。宋局，宋局，还有件事和您商量一下。车上说吧。哎，怎么了？10年前，安静的父亲死于一场车祸，我想看一下当年的卷宗。为什么？是这样的，安静说，当时他父亲正在执行任务，那起车祸直接导致目标丢失。前年他去抓捕5秒的时候，他母亲又遭遇了车祸，这不得不说，对安静的行动指挥很有影响。您认为，这2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会有关联？还有，据苗焕阳的证词，徐鹤也是在同一时间之内销声匿迹的，这不得不考虑。你清楚这些事情之间有联系的概率有多低吗？我清楚，但这同样也是一条线索。好吧，不要牵扯太多精力。明白。当年那件事对安静和她的家庭打击很大，她可能做不到完全客观。这个我跟他商量过了，整个调查由我主导，杜某来协助我。谢谢。你们想问什么，我一定尽力配合。姚培女士，你有权知道这次谈话我们会录音，请你回忆一下，行动前后你都跟谁有过接触，或者有没有发生什么你觉得不正常的情况？你不用紧张，你可以慢慢回答。研发部一直在加班，我等了很久，本来都已经打算放弃了，后来杨迅突然过来叫住了于浩然，之后程磊和吴淼也先后离开了。你有没有听到杨旭和于浩然的谈话内容？他们出了办公室以后，边走边说了几句话。杨迅好像是在抱怨于浩然，说什么非得亲自上楼抓人，于浩然才肯走。程雷和吴淼是分开走的，他们没有说话。那你在拿到密钥之后，还有遇到其他人吗？没有。那我们来往前回忆回忆，公司里有没有哪些人的行为是你觉得反常的？鼎华的基层员工流动量较大，我不太熟悉。中层和高层又很稳固，我不觉得他们会有什么问题。一定要说的话，人事部的主管马上，他的入职时间也太巧合了。而且刚进公司就几次提出安保方面的整改方案，但这和他的本职工作根本没有关系。我觉得马上你不用怀疑。那天苗璐在你出门前来找过你，是吗？马上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你不用担心。我妹妹什么都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要把她牵扯进来？我觉得有些事情可能瞒不下去了，瞒下去可能会出一些问题，所以苗焕阳先生的事情呢，你还是要尽早告诉他，不过要叮嘱他严格保密。这段时间还有没有人来过你家？有一个朋友，贾长安死以后，在这陪我住了几晚。他叫什么名字？周烈。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了，比我跟贾长安认识的时间还要长。你父亲的事儿有没有给他讲过？绝对没有，我一直都很小心的，而且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按照你们的要求来的。这个周烈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你们怀疑他有问题？我们现在行动出了问题，你身边所有的人，我们都要进行调查。这只是正常的询问而已。他在我公司附近开了一家西餐厅，
既然是你的朋友，那他跟贾长安关系怎么样？怎么了，苗飞？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到我跟贾长安的一些事情，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那现在请你回答，周炼跟贾长安是什么关系？他们认识，应该不熟，应该不熟。菲菲，你吓死我了！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突然饿了，想找你蹭个饭。行，我亲手给你做。监听信号怎么样？菲菲，你想吃点什么？就有什么吃什么吧。行，那你先喝点水啊。我进去看看。对不起啊，只有这些了，你先将就吃点吧。我们在瑜伽班刚认识的时候，你这家店还在装修，没有开业。是啊，你那个时候你还叫了你们公司的人跟我捧场呢。有酒吗？怎么突然想喝酒啊？你开车过来的吗？车放公司了，一会儿打车回去就行。那行，你等我一下，我去拿。菲菲，怎么了？你知道吗？我其实特别羡慕你。羡慕我？为什么？你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拼，为了拼事业，连恋爱都不肯谈，也从来没有依靠过任何人。虽然辛苦，但是很自由，多厉害啊！不像我，不是靠我父亲，就是靠贾长安。我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贾长安也死了。突然之间，所有的依靠都没有了，我才知道这有多难。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你是我见过最独立的女孩，你什么时候靠过你爸了？更别提贾长安了。至少，我在精神上面一直都依靠他们俩。菲菲，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你爸的身体啊？
你慢点喝，啊，你慢点喝，先吃点东西。嗯，你说命运这个东西怎么会这么奇怪啊？那个时候贾长安还在追我，我们3个人一起吃饭，我发现他的眼睛一直看的是你。你说他会不会喜欢的是你呀？你在开什么玩笑啊？我一直跟他都刻意保持距离的呀，你知道的。也是啊，多亏了你。这种闺蜜抢男友的狗血戏码，才没有出现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咱们喝酒的主题是回忆杀。怎么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就不值得回忆一下了？到现在为止，我能相信的人也就只剩你一个人了。贾长安，他口口声声说爱我，其实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别的女人。周烈，你一定不会背叛我的，对不对？当然了，全世界背叛你，我也不会的。谢谢。怎么样？苗飞明显是怀疑周炼跟贾长安的关系，2个女人已经开战了。如果贾长安的情人真的是周炼，咱们要不要施加点压力？我觉得不用，苗飞给周炼的压力最真实。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等着他露出马脚就好了。也是，咱们一直要找的是个男人，锁定了周炼，也还是要通过他把那个人引出来。没错。什么事儿不能在游艇上说，非要单独约出来？有个任务调查，需要你配合我。我的领导是安科，是宋局，你级别再高，没有他们给我下达任务，我也不能配合你。这件事儿呢，我已经跟宋局申请过了，他同意了。而且这个任务，安静不可以配合调查，他要回避。你要调查什么？调查10年前安静父亲的事情，你应该了解不少吧？知道的肯定比你多。咱们目前案件得到的线索，和这个10年前的事情很可能会有关联，而且对侦破目前的案件也会有帮助。所以宋局同意咱们俩配合调查。这件事，其实静姐一直放不下，但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查出什么。但是现在有了新的线索，我们只需要换一个思路，很可能会有收获。静姐家里的事儿，她都跟你说了？亲口告诉你的？
他还真挺信任你的。所以你现在要查这件事，是为了咱们的案子，还是为了静姐？两者都有。我想说，我喜欢安静，所以我不想再看见她哭。这么多年了，安静父亲的事情，一直是他心里过不去的坎，折磨他妈妈也折磨他自己。如果我们能早点查明真相，他就能放下这么多年的心理包袱，开心的生活。我觉得你也会这么想，所以你是我最佳的拍档。怎么样？愿意配合我吗？我比你更关心静姐，我当然也希望她每天都能开心。一定查清楚。都到齐了啊，庞总，你把大致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吧。好的，林总。是这样的，我知道大家手头的工作很忙，时间紧，任务急，但是今天这个会不得不开。就在这2天，研发部居然又出事了。保安来向我汇报，说有人把研发部那一层的监控人为的破坏了。当然了，发现这个问题的还多亏了研发部一位同事的帮助。档案室的门居然是没有关，开着的。档案室啊，这是什么地方？鼎华所有的核心技术资料、项目研发计划全部都在里面。有什么损失吗？这个我稍后再解释。但是眼下呢，我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苗总。怎么了？档案室大家都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地方，有权限进入的人并不多。所以呢，我让保安部门彻底清查了一下，看看在事发当天有权利进入档案室的人，谁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是我。是的。苗总。方总，请问您说的是哪一天的事儿啊？就是下大雨那天，够清楚吗？啊，庞总，您现在是在怀疑我是吗？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绝没有这个意思。事实摆在这儿呢，你看我作为领导，我是不是要过问一下？那请问监控视频有没有拍到苗总去过档案室啊？我那天根本就没去过档案室，这事儿您问我，怕是问错人了吧？庞总，还是把结果告诉大家吧。好的，林总。公司发现了这个事情，向有关部门做了申报，然后做了彻底的清查，结果发现确实有一个人违规进入档案室，而且这个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出卖鼎华的资料。林总啊，这是商业窃密啊！那人抓住了吗？大家稍安勿躁啊！我先声明一下，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千万不能张扬。这个我不同意。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讲这个家丑不可外扬的事情？如果我们这样藏着掖着，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更加会肆无忌惮。说得对，我支持邹教授的看法，集团内部接二连三发生这种事情，我认为有必要在整个集团内部做一次公开通报，提醒所有人，商业间谍行为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对，林总，我同意您的想法。林总，窃密的人到底是谁？研发部研究员助理吴淼。大家想一想啊，吴淼作为一个助理，他哪来的权限进入档案室？指纹锁、密码锁、监控器层层设防，但是都没有防住这个人。这是什么原因啊？说到底还是我们的工作有疏漏，我们的疏忽大意让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对，说的对。
最近怎么老出这样的事儿啊？我看啊，以前公司这样的事儿也少不了，只不过老苗总在位的时候不怎么管。那要照你这么说，难怪庞一山一直针对小苗总。嗨，这就是在示威，要把苗家人赶尽杀绝呀。菲菲，对不起啊，请爸爸连累了你。可是当初，爸爸也是为了让你和露露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哎，苗总，都几天了，预算报表怎么还没给我？我正在做呢，下班之前肯定能给您，放心。我没时间帮你修改错误，检查好了再给我。怎么了这是？